这个 part 我们要介绍取样理论。那取样理论在数位信号处理其实是占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就是说我们在做数位信号处理之前，我们必须把连续讯号做取样。如果取样频率不对的话，会造成我们信号就像上一个 part 都讲的，会造成混叠的现象。那如何做好一个正确的取样呢？就是我们这个 part 所要介绍的一个基本观念。好，那我们赶快来看下去吧。那我们接下来介绍我们取样理论，或是我们讲的 Nyquist rate。那什么是 Nyquist rate 呢？主要是由 Nyquist 跟 Shannon 在1928年跟1949年所提出来的一个理论。在这个理论里面说到，如果我们知道信号最大频率内容，也就是说我们所谓讲的信号的频宽，我们就可以透过正确的取样频率来重建这个信号。举例来说，一个连续时间信号，它最大频率内容称为频宽，也就是说 Fmax， 就是说我们用 B 来代表它的频宽这个符号。那如果我们信号以大于2倍的频宽来做取样的话，也就是说我们的取样频率 Fs 是大于2倍，好，大于等于2倍的频宽的话，我们就可以怎么样？透过取样之后的取样点，可以来忠实的重建原本的连续时间信号。好，透过这些取样后的取样点，我们可以还原回去原本的连续时间讯号。透过这些取样点，那我们这边看到这图形是说，我们这边 G of t 就代表我们讲的那个内差的函数。那我们看到图形上，第一点它是红色这个点，就是我们的取样点。它这个取样点乘上我们这个 G of t 的内差函数的话，我们就可以得到这个波形。那第二个取样点，蓝色这个点，我们透过乘上这个取样函数，取样这个内差函数的时候，我们可以得到蓝色这个波形。那第三个点，我们可以一样可以乘上我们的内差函数，得到绿色的波形。那最后一点得到这样的波形。然后接下来把这些波形全部相加起来，我们就可以得到还原回原本橘色这条线，也就是我们原本的连续时间讯号。好，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取样定理的一个概念，如何以最小的取样频率来得到取样点。那透过这些取样点之后，我们可以忠实的还原回去原本的信号。好，那么它的取样频率应该是多少？那接下来这边看到个例子，假设我们有一个连续时间讯号 SA of t， 它分别是由3个正弦讯号所组成，然后这3个分别是不同频率。好，那我们来看这3个信号里面，我们看到中间那一项它的频率应该是最高的，也就是说我们要决定取样频率的时候，我们就是必须先决定它的频宽。好，所以它的频宽应该是怎么样？第一个是25 Hz， 第二个是150 Hz， 第三个是50 Hz， 所以它频宽应该是150 Hz。所以取样频率应该是这个频宽的2倍嘛，所以至少是300 Hz。所以我们用300 Hz 去取样。那我们来看第二项，这个10 sin 300 pi t， 我们如果用300 Hz 去取样这个连续时间信号的时候，我们得到的数位信号是 S of n 等于10 sin pi n。那各位看到这个10 sin pi n， 各位有没有看到什么问题呢？你可以发现说，当 n 带多少的时候，这个项的结果都是0，无论你是 n 是带多少。这边各位发现到一个问题说，那为什么我们实际上操作的时候，我们满足了取样频率，却得到这样都是0的结果呢？好，所以这边告诉各位说，取样频率只是一个基本的概念。那实际上操作的时候，我们当然要取样频率必须远大于我们的取样频率。所以这个图形表示刚才例子说，如果我们就是用刚好300 Hz 去取样，我们所取到的取样点都是这些点。好，刚好是在0上面。那如果我们今天要解决它的话，我们可以透过解决方法1，就是说我们把这原本的类比讯号做一个相位的偏移，也就是说我们在类比讯号上面加一个西塔这样的相位。它真是这样的问题，代表说我们一旦做这样偏移，我们虽然能避免掉我们取样到0这个值，但是我们也会发现到说，我们还是不知道这个相位的值是多少。好，所以这个解决方法1是没有办法实际上解决掉我们的问题。那解决方法2。就是说，我们就可以用更高的取样频率来解决这个问题。例如说，我们刚才说是2倍，那我们可以取3倍、4倍或5倍更高。例如说，我们取600 Hz， 原本刚才是取300 Hz， 我们现在取600 Hz。那取出600 Hz 的时候，我们得到了数位讯号，它变成10 sin 派 n 除上2。那这边我们看到图形上取到的点就变成不是只有0，还包含了波峰、波谷。那如果你取样频率更高，当然它的细节部分会更多。也就是说，它越能表示原本的波形的样子。
好，那我们介绍频率范围。那我们从这图上看到，我们的横轴是大写 F， 就是连续信号它的频率部分。那 Y 轴就是代表小写 f， 代表离散时间信号的频率，或是 omega。那我们从之前所提到的，我们正弦离散讯号，它每2拍，它频率每加2拍就会表示成它信号原本的讯号。也就是说，我们 S of n 它的 omega 如果加2拍 k 的话，它基本上还是可以表示成它原本的讯号。等于说你离散讯号每加2拍还是原本讯号，等于说频率一直加2拍是没有意义的。好，那我们从这图形看到，我们看到的说，我们连续时间讯号跟离散时间讯号的频率，它基本上成为一个线性分段线性 piecewise 这样的概念。那这概念，我相信我想从在后面的单元当中会跟各位做更一步的解说，尤其是在我们后面单元在谈论取样定理的时候，会由这图形去说明说为什么我们的取样频率必须大于等于我们的频宽的2倍。好，从后面单元我们会更仔细的介绍。不过这边从图形上看到，就是说它基本上不管连续时间的信号的频率是怎么样增加，但是它经过取样频率之后，经过固定取样频率转换之后，它离散时间的频率会成为一个 piecewise 这样的方式。好，等于说有很多连续时间讯号频率经过固定取样之后，都会对应到同一个离散时间信号的频率，也就是我们刚才之前才提到的一个10赫兹、一个50赫兹的 cosine 讯号，在40赫兹的讯号取样之下，它都是表示成同一个离散信号的表示方式，也就是这样的概念。好，那我们最后我们想，如果细节部分，我们就由下一个之后单元我们再来提到。在这个 part 我们介绍了基本取样定理的概念，我想更细部的一些证明以及说明，在后面的单元我会跟各位同学再介绍。好，那我们下一个单元，下一个 part 我们要介绍我们类比转信号的量化部分，也就是说，我们如何将一个类比讯号透过量化方式转到一个数位离散信号的部分。好，那我们赶快来看下去吧。